大家好，我杰夫叶教练。今天是2024年，我们要拍乒乓球年度销售排行。这个礼拜正好是我们频道的生日，满5周年，来拍一下年度销售排行。以及我们年度的新品。除了年度销售排行跟年度新品之外呢，我们等一下会跟叶教练玩一个小游戏。如果你的预算只有3000块，也就是一双球鞋的费用，你要买一支初中阶的球拍，你会怎么选择？我会挑一支，叶教练挑一支，最后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把这3000块花在这一支的配置上。没问题，好吧？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们就立马开始。事隔1年多，第9届杰夫迷你桌球赛回来啦！前8届我们从台北一路往南办到了高雄，真的非常久没有见到大家。我们举办的初衷呢，就是把你这些年学到的球技跟其他的球友做一些切磋与球技上的交流，认识更多喜爱打乒乓球的朋友们。分成上下午2个场次，你可以先去我们的 TEN 的报名网站，先申请一个账号，并且获取一个积分。那再针对你的积分程度去报名适合你想要的场次。早上场次为1200分以下，适合业余、初中阶、流汗、交朋友、娱乐的玩家。下午的场次为2000分以下，可能针对一些每周有在训练、认真想要进步的球友们，来这边做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我相信球友们都会很乐于跟你讨论。如果你是一整天没事，你也可以上下午一起报名，肯定超累、超热血。这次的奖品相当的顶天，除了有我们专属设计的奖牌之外，另外还有 Stiga Cybership 6角战士顶级探险球拍、Cybership Climper 经典7甲版等多项大奖。另外还有我们方圆烘焙坊谢老板、谢球友一同参赛之外，他另外还会准备精品绿挂咖啡给大家哦。活动时间在我们11月10号礼拜天，地点在我们战神 Mars 桌球馆，只有80个位置。你可以上我的 FB 观看完整的报名方式。11月10号，赶快来跟我们一起运动吧！对了，我们打算来做一集5万人 Q&A，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年想要问的问题、好奇的东西，你都可以私讯我，或者是在这集的底下留言。我们接下来会做一集 Q&A 的企划。那11月10号，我们不见不散哦，拜拜。我一整年有开箱非常多的新品，那不是每一样东西我都会收到，或者是我都会拍摄。有的时候在台湾，它可能进到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货了，甚至它可能第一批来可能只有5支10支，甚至他可能觉得台湾可能讨论度不高，代理商就不进货了。其实新品很多啦，那有的时候它可能试水温，或者是等国外发酵了，台湾再进货。对，那或者是国外的各个代理商货叫一叫，剩一点点，对，才丢到台湾来。是，所以不是每一次我都可以在第一手消息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先稍微介绍一下今年的年度新品有哪些。这一张是 Donic 的 Blue Star 蓝星 A2。我有发现，好像这2年陆续各大品牌都开始出微粘性的皮微粘性现在越出越多了。为什么？因为应该是要再去增强它的旋转，像现在人也比较吃这套对。自从之前的狂飙，我们这边直接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介绍过狂飙这件事情。狂飙它有分成蓝海绵跟橘海绵，一般有在卖的有分成国家队用的狂飙跟省队用的狂飙。买到这张皮之后，并不是我涂上胶水粘上去就解决了，对，它必须要涂一层，算有一点发泡的效果，让这个球皮去做一个膨胀的动作，对，那它才会变得很好打，就是又很好摩擦，球又很转，然后速度又够，就会变得很好打。缺点就是它有很多功法，对不对？很多，有的时候有人涂1天，有人涂2天，有人涂3天，涂几天也不是重点，要涂油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的寿命很短。没错，它大概过个1-2周，效果就开始渐渐递减。因为打狂飙它有一个过程在，就是你刚在打它绝对不会那么好打。你刚把那个膜给撕掉，有人在讲的是把这个球皮给打醒。OK， 对，然后它中间会再有一段，慢慢打开，打开了以后，
你在做一个很强的训练的时候，可能这个狂飙它又会拉到会起泡，就是球皮很容易坏啦，就有点像是如果你不是职业赛车手，你就不需要用这么好的机油或者是这么好的轮胎，会比较浪费，而且它的替换率你需要有很大量的资金在做替换的动作。对，打专业的那一些人会很讲究在上游的这一个步骤啦，反正就是很麻烦就对了，所以我们没有再推荐给一般观众、一般消费者在用啊。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带过就好了。新品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哇，我屁股怎么突然撞到一个好痛。Nitaku 的 Generation 这张我个人蛮推的，我现在都还在用。一般的进阶的业余玩家或者是竞技的业余玩家，非常适合来买一张这个来试试看。它也是今年的新品 Generation Nitaku 出的，前一阵子还缺货，好不容易有货了哈。好，再来还有什么？John 又出了，也是微粘性的皮，它也是走微粘性路线。刚刚的 Generation 并没有微粘性，但是这两张是 John 新出的微粘性的 Hybrid 的皮，然后一张大概也是落在1000块，1000多块。哦，这也是今年新出的，没打过。这张也是新品吗？对 ，Hybrid K3 T 把的 K3，它也是微粘性的，今年出了蛮多微粘性的皮哈，也是微粘性的，一张皮大概落在1400块左右。厂商没有给我，所以我也没打过。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厂商不寄给我，让我分享心得给大家，我到现在还是没看懂。我已经第5年了，应该这样说啊，如果他寄，他觉得他效果好，他就会一直寄嘛。对。那如果效果不好，他就不会寄了嘛。但这些厂商是这辈子没寄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所以我也只能稍微提到一下，就是年度新品啊，这个包装还蛮霸气的，很过年啊。这张是 Stiga 赤龙微粘性的皮改版的新款，厚度从2.3吧，好像没记错的话，降到了2.15，让速度再提升的意思。对，原本可能有点太软太厚，然后它现在等于是把它降下来。维持它的微粘性，然后增加它的速度。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今年新出的木板有哪些？木板哦，桌上这些啊？不是吧？真的这些全部都新出的木板啊！我先讲一下今年新出的，比方说像什么小兵全球限量，这边没有现货了。然后像我有开箱过的80周年金标，王曼玉的灵感探网，巴黎奥运限定款，这边也没货了。这都是今年新出的，只是我开箱给大家看的是有一些是限量的，这边就已经没有了。这边还有一只红双喜的，这个是孙颖莎。另外还有一只是那个谁啊？王楚钦的折断了。它自从球拍折断之后呢，现在也是缺货中。那这就是红双喜出的孙颖莎版跟王楚钦版，也都是今年的新款。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可以介绍一下，许昕的 Superman 正式宣布退役之后，他自创了一个桌球品牌。对，那现在我们台湾那个这次赢梁靖昆的黄彦成，他也是台湾的签约选手。对，然后这一支。因为它封起来了，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反正这个就是今年新出的许昕的品牌 X1。好，再来 LeBron 呢？LeBron 今年在奥运算红啊，红。那这支也是 LeBron 的中职，我在路上有看过有人用，路上就可以看得到了。球馆啦，就是球馆，我有看到有人用。因为其实中职很多人都在问，中职有没有推荐的因为中职其实特地出中职的新品不多啦。对，那这一支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有人打这支的，可以分享一下心得给我们的粉丝观众朋友们。那他哥哥有出刀版，蝴蝶新出的5夹，这纯木的，就是蝴蝶的声音。这支大概2000块左右哈。这支是蝴蝶今年新出的 Hydro 5夹版，否出街用，长得蛮漂亮的。这支是碳吉他，前几年蛮红的，后来它出了改良版。前几年的是这一支，这支是前几年的旧版，然后这是改良版的新版。然后你可以看到握柄的颜色稍微再更浅黄一些 ，logo 是长一样的，底部也长一样。它改了握柄，旧版的比较薄，比较细一点，然后新版的做的稍微微方形一点。它外置碳跟内置碳都有出改良版。那我们来给大家听一下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微阴一点点。对。张本智和 Super ALC， 我才刚开箱完，有兴趣的去看一下这一集，顺便给大家听一下声音。我们先把这个年度新品先清空，来介绍一下年度热销排行。
先介绍这个好了 ，Sonic 的 S2， 这样是 F4。你会发现那个 S2 跟 F4 都属于比较软一点的球皮，真的还是初中阶玩家会比较适用。F4 它数字越大就越软，越硬的话可能 F1 就到最硬去了。好，再来年度热销。白金版的 M， 白金版跟 Hybrid 最直接的就是一个有微黏，一个没有微黏。对，你已经不能单纯只看硬度这件事情。对，因为你只要挂上微黏，球就是比较慢，出不太去。再来是 Nitaku 的 G1， 这张一直以来都卖得很好，听说很多校队一次大量的采购，因为它就是球速、球质、价钱都在一个水平上 ，CP 值比较高的一张球皮啊，所以这张也是对 Nitaku 来说就是躺着卖的球皮啊。没错。有1000块左右的预算的人，他买这张就不会有问题了。在这个价位，它算顶尖的销售量。哦，对，没错。盲测球皮系列还没有加入这张哦。我想要把它摆在后面一点，不知道它会不会突破重围，冲到前面去，我很期待啊。再来是蝴蝶，这张我就不推了哈，这张我们在盲测球皮系列第1集就淘汰了。这张轮啊，1000块以下蝴蝶，你要挂上蝴蝶就这张，但是这张不推啊，我个人不推，你应该也不推吧？对。当然要讲实话嘛，它还是有推的东西嘛，它还是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啊、不是它不好，不是它不好，就是因为老了旧了改版了，该升级的要升嘛。再来格雷泽比罗纳稍微贵一点，格雷泽粘性我不推。我推色性，色性还行。我们的盲测系列里面，它也到现在都没有被淘汰。它跟Nitaku Z2一直以来都是几乎是同登、同分、同等级、同价位。因为在1200这个价位里面，其他品牌甚至微粘性的，都大概落在1200到1400之间，就是真的是今年才各大品牌开始推出这个价位的球皮啦。那我们再陆续再测试给大家。目前我的评测当中，就是 Z2 跟 Glazer 是有在水准上没有被淘汰的球皮啦。好，再来再贵一点的天使局05，这张就是也是经典不败，对，但是它的价钱也是经典不降，微降。如果跟 Glazer 比起来的话，它手感会再细腻一点，控制会再好一些，速度质量会再提升一点。再来 Technic 09C 这张，我今年第一次打它，好赚，因为它也是加了微粘性嘛。我觉得它不用到涂油的等级，它球就出得去。当然还是比色性慢了，但是它的球真的很赚，但它也真的很贵啊！大家没用过的可以感受一下，很好上手吧？很好上手，加微粘性控制一定没话讲，旋转摩擦一定会很好要球。只是球出不出得去，看你要不要舍去那一段球速的部分，撞击的部分。没事不会退台的人，这张其实基本上很足够了。除了价钱以外，这张我给他不错的评价。还有这张啊，对，这张也蛮多网友留言说，不错打，很好打。我家有一张，只是我也还没拿来试。我推测它是比 G1 软的皮啦。这张听说在中部的球友们，畅销，台北也卖得不错啊，不然它不会进入年度排行嘛。好，再来。这2张我要特别拉出来介绍，我有做一系列叫做球皮请给分盲测大 PK 的系列，让所有的球友们去盲测这些球皮，4集都有它的情况下，有3集都在冠军3冠王啊，大概有40-50个人打过这张皮了，而且我只有第1集贴上去，它一路撑到第4集，我也没有换新的皮，那其他被淘汰的皮，我就还会换新的皮上去嘛。表示他连撑了4集，还可以在冠军的这个位置上。我们是经过真人实测的哈。这一张我为什么要留到最后介绍？这张是微粘性的 DNA Hybrid H， 大家可以回去看我的盲测大 PK 第1集。第1集他是第2名，而他才是第1集的冠军。然后因为它超过我们当初设定的800到1200预算，超过预算。所以我第2集之后就把它拿掉了，然后就再也没有人赢过它。如果你有超过1200的预算的人，可能可以选它。木板好像跟去年没有差太多哈，没有差太多。7甲的 Climper 5，有没有？大家可以听到这个7甲的声音。CL 吗？对啊 ，CL 啊，它的硬度也是够的。你看这是几年前的设计，你看你现在拿出来，你就会发现哦，设计的质感还是有落差哦。跟现在比起来的话，有啊，再几次它就会变得很复古了。再来是樊振东 ALC， 去年是新品嘛？不是，去年也是热销排行。对，因为它长得比蝴蝶王帅嘛，然后打起来跟蝴蝶王的手感是比较类似的。对，再来年度热销蝴蝶王，这3支基本上没意外都可以在年度热销排行榜看到他们。还有一把啊，这一把算特殊了哦，对，这一把我也没打过，它是成品拍，它有附皮的莫雷加德。
六角的形状会吸引你嘛？它挂上 Cybership， 非常业余的休闲玩家啦，他不会拿来上课啦，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拿来上课。这种球拍1000多块，挺酷的。对，就买来当休闲拍，非常出街的成品拍啦，近年也是卖得非常不错。我们经过一番波折，然后为什么换了一个场景拍？主因就是因为你要用3000块的预算找到世界大牌，找到好打耐用的球拍，以现在物价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以3000块预算，一定有好打的球拍，只是可能没牌，品质好不好我们也不确定，或者是你在网络上随便买。没有人打过，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买对。当然，有些球拍以外的边边角角，你可以找到不错的球拍，但是运气成分居多啦。当然，你没有打过任何球拍，你花了3000块买球拍，你一定都觉得好打。只是我们希望你可以把钱花在刀口上。像波尔他有出自己的品牌，就是叫无双，品质也不错，也蛮稳定的啊，也不难打。那相对它就比较平价嘛，至少。出问题了，有店家可以给你一个保障，多一层保障的概念。没错。请问叶教练，3000块的预算要给网友什么样的选择？我会配蝴蝶科贝尔5甲版的，然后再配一张普通版的狂飙3，再配一张 Nitaku C1 的球皮。为什么这样配？因为你配一张粘性的跟一张弹性比较大的，再加上5甲版的话，它的手感上还是蛮舒服的。很多人他都会用狂飙，然后再透过5甲板去衬托它那个底径。而且木板至少是日本制的，而且是世界大牌的 Butterfly。这个总价呢，你如果是从网路找，它的价格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你到用品店去请老板帮你贴得漂漂亮亮的，价格可能会超出那一点点这样。加上你可以在店内挑到你喜欢的纹路，甚至确定它没有瑕疵再带走。这就是在店内购买的好处。但在网络上，你可能有很多不便的因素，还没拿到东西，他就要帮你把皮撕开，把球拍拿出来，先帮你上了胶粘上去。那他怎么上胶，怎么粘，用什么胶，你都不知道。这个胶会比较便宜一点，跟老板稍微撒娇一下。哎呀，便宜一点啊，可以漂亮一点啊。在网络上购买，虽然你会便宜一些，在以桌球这个市场来说，但是因为皮原本是正方形。当它出给你，它已经剪成圆了之后，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退。网购桌球用品比较大的一点风险。好，再来我要宣布我的配置了。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会配一支 Stiga Klimper5 7甲版，那它一样是瑞典制的。对。皮的部分呢，我不是很在意。坦白说呢，因为 Stiga Klimper5 是一个经典不败的木板，而且你刚刚有听到叶教练的是5甲版，我的是7甲版。那我这一支7甲版的价钱会跟蝴蝶的5甲版价钱基本上是差不多，不小心可能还便宜一点点。那像之前的影片就会有提到，7甲版会比5甲版再更弹一些，所以对于一些初中阶的玩家，我只要轻轻碰一下球就过去，或者是我杀球好有力，会建议你用7甲版开始用，因为现在球越变越大。再来皮的部分，大概就剩1000出头块，可以买2张皮。对我来说，皮是消耗品，所以当你开始玩了，你觉得有趣了，你半年、1年之后再来换好一点、进阶一点的皮就可以了。前面的皮，像刚刚叶教练提到的狂飙3，两面都贴狂飙3，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刚开始没有技术可言的情况下，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打法的情况下，随便贴2张皮，只要可拉球，你进到店家说，老板我要 Klimper5 7甲版皮，随便帮我配2张，3000块，完成。就这样。另外提醒各位，如果你要2张皮加起来1000块出头的话，9成9都是大陆啦。对，都是大陆的品牌。那品质怎么样，我也不能保证。但对我来说，至少我能保证木板的品质。对，因为这支7甲版，甚至现在小学生，你用到你变成小学的职业球员，都还有人在用这支球板。有。所以这支球板对我来说，你可以用很久。那皮就是依照你的技术往上升。非常感谢波尔多的用品
专卖店，在他上班时间，让我们做这样子年度销售排行的拍摄。我们的第9届杰夫迷你桌球赛呢，在11月10号已经几乎快额满了，大家赶快去报名抢位，一起来跟我们多运动、多互动。那有任何问题，帮我在下方留言，我们都会一一回复大家。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是杰夫，我是叶教练，我们下期见，拜拜。就是你要真的有进步、有运动、有流汗，打出这个球感的乐趣、竞技的乐趣，或者是旋转的乐趣、控制的乐趣。如果不抓3000，你很难挑到你真的好打的一个水平。除非他就是可能杂牌没牌，他不一定是劣质，但是我真的有遇过说我帮小朋友买一支球拍，结果他可能用了3-5年就断掉了，品质上不会那么固定吧？或者是皮跟那个海绵就分开了。